古人云：盖无故而怨天，则天必不许；无故而尤人，则人必不服。没有道理的埋怨上天不公，上天也不允许；不讲道理责怪他人，他人必定不服。一味的抱怨和指责别人，不仅会加速人际关系的恶化，还会让自己陷入痛苦的地狱。有的人在抱怨中毁灭自己，有的人在苦难中磨砺自己。其实，在人生前进的路上，人和人最大的差距在于是否掌握了不抱怨的力量。晚上好，亲爱的你，欢迎你如约而至，这里是今晚9点半 FM， 我是主播文倩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学文化精选，不抱怨的力量，深度好文，作者烂柯。抱怨是一个人灾难的开始。罗伯·怀特曾说，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奴隶，不应该使一切行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，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。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消极的情绪，简单抱怨几句虽然可以疏解情绪，但是也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。一头驴耕田回来，疲惫不堪地喘着粗气，就和狗抱怨说，我每天干活实在太累了，明天我真的想歇一歇。狗十分心疼驴的遭遇，转身就对羊说，伙计，我刚才去看了驴，它实在太累了，他想歇一天，都怪主人给他的活太多太重了。羊对鸡说，驴抱怨主人给他的活太多太重，也不知道别的主人会不会这样对他。鸡又对猪说，驴不准备给主人干活了，他想去别的主人家看看，主人对驴一点也不心疼，让他干那么多又重又脏的活，还用鞭子粗暴地抽打他。晚饭前，主人给猪喂食，猪向前一步说，主人，我向你反映一件事儿，最近驴的思想很有问题，你得好好教育他。他不愿再给主人干活了，他嫌主人给他的活太重、太多、太脏、太累了。他还说他要离开主人，到别的主人那里去。可怜的驴第二天就被无情地宰杀了。在这个人情社会，抱怨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。或许你无意间的一句牢骚，转眼间就变成了别人用来刺向自己的一把利剑。尤其是在工作中，不要轻易在他人面前随口抱怨，不断反省自查，认真做好分内之事，就不会招惹无端的祸事。与其抱怨，不如改变。迈尔顿曾说，凡是伟大的人物从来不承认生活是不可改造的，他会对于当时的环境不满，不过他的不满意不但不会使他抱怨和不快乐，反而使他充满一股热忱，想闯出一番事业来，而其所作所为便得出了结果。深以为然，语言上的抱怨是最没用的，面对困境，只有勇敢做出改变，才能逆风翻盘，改变人生的轨迹。彭超在6岁的时候，因为不小心触碰了电压，导致了双臂截肢。但是他并没有被命运击倒，反而想尽办法战胜困难。没有双手就以脚代手，用脚洗脸、刷牙、写字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以608分的高考总成绩考入四川大学法学院。在今年4月份的研究生考试中，他用脚写字，与其他考生用相同的时间答完试题，最终顺利被同济大学法学院录取。周易云，天行健，君子当自强不息。如果彭超一开始就怨天尤人，我想他此刻的生活肯定不是这般光景。正如罗曼·罗兰在《米开朗基罗》中所说，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，依然热爱生活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谁是十全十美的，关键是看你怎么活。
抱怨60秒，你就失去了1分钟的快乐；抱怨24小时，你就失去了生活的多种可能性。命运的缰绳从来都在我们自己手中，愚者怨天，智者改命。只有停止所谓的抱怨，我们才能有打败怪兽的能量和勇气。不抱怨，你就赢了。古人云：知命者不怨天，知己者不怨人。怨天者无志，怨人者穷。有自知之明的人从不抱怨别人，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从不抱怨天地。抱怨别人的人则穷途而不得志，抱怨上天的人就不会立志进取。人生的道路本就坎坷难测，我们无法预测未来的每一天，但是我们可以活好自己的心态，做人不抱怨，那你就赢了。从前有一个年轻人，长相俊美，家境殷实，满腹才华，还拥有娇美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子。但是他总觉得自己不幸福，逢人便抱怨上天不公。有一天外出时遇到佛陀，见他愁容满面，便问他：你不快乐吗？我可以帮你吗？年轻人回答说：我只缺一样东西，你能给我吗？佛陀淡定地说：无论你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年轻人半信半疑地说：我要幸福。佛陀沉思了一会儿，施展佛法，把年轻人原先拥有的一切全部拿走。1个月后，年轻人已经饿得半死不活，孤苦无依，躺在地上呻吟不止。年轻人这才幡然悔悟道：原来自己想要的一直拥有，曾经的无端抱怨简直愚不可及。正如狄更斯所说，一个健全的心态比100种智慧更有力量。那些抓住愤懑不放的人，永远无法拥抱明天的太阳。人生在世，如何用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，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破解的谜题。法国作家萨克雷说，生活是一面镜子，你对他笑，他就对你笑；你对他哭，他也对你哭。爱抱怨的人眼里看到的全是苦难，殊不知人生的悲喜苦乐都是生活的点缀。自觉接受，勇于改变，人生之路才会越来越顺。活着无需抱怨，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晚安，好梦。